这里是中华故土，它以前的名字叫海兰泡，现在它属于俄罗斯，名字也被改成了布拉戈维申斯克。这里被人们记住，还因为一场人间地狱般的大屠杀，那就是海兰泡惨案。7000多名中国人被沙俄军队在6天内屠杀。海兰泡的系列视频由我的一位朋友拍摄，他是一名军事作家，常年旅居于世界各地。在开始他的介绍之前，我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海兰泡，也就是现在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它的前世今生。事情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说起。很多人说尼布楚条约并不是不平等条约，我个人是反对的。明明是清军打了胜仗，索额图却把贝加尔湖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富庶地区拱手送给了俄国。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拥有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合法权利，库页岛、海兰泡都是属于中华版图的一部分。169年之后，1858年5月28日，沙俄趁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时，用武力迫使清政府订立瑷珲条约。瑷珲条约中，清朝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给沙俄。当时沙俄为了庆祝瑷珲条约，把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俄语是布拉戈维申斯克。自此，海兰泡成为了俄国领土。至于海兰泡惨案，我不想再具体叙述，就像我平时不敢看、不想看南京大屠杀的图像视频一样，这些同胞受难的历史就像是自己的一个巨大旧创，每一次翻开检查都是痛彻心扉、悲愤难抑，是人生中非常黑暗的体验。如今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是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也是远东大型工业、行政和文化的中心。它与我国黑河市仅一江之隔，两市之间的江面宽度最窄处仅750米。从朋友拍摄的视频看，正处季夏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许多人都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外套，说明气温不高。城市中心的公路不是太好，很多地方都有坑洼。列车上传来俄罗斯青春小妹的清脆笑声，于是我进行了一番听音揣容貌的臆测，根据其笑声频率和音色，给予其颜值打分81.6分。城市的建筑大多不高，人流量其实还不错，并不是我们常规印象中远东荒芜冷清的样子。从人们的穿着看，俄罗斯男人们的审美和衣品明显比俄罗斯女人们要低一个档。这段视频展现了拍摄者的机智。公交车是中国品牌，但这个并不重要。公交站里白衣长发的俄罗斯美女吸引了拍摄者，同时俄罗斯美女也注意到了奇怪的拍摄者。拍摄者原本似乎就要从俄罗斯美女的全世界经过，但是他就是如此生硬的停了下来。接下来他把摄像头对准画着斑马线标志的电线杆，用手机画面的一角对着俄罗斯美女。在俄罗斯美女警觉但美丽的目光中，拍摄者蹦出一脸正气浩然，表现出自己人文拍摄、探究城市历史脉络的深刻底蕴，继续向前拍摄那根美丽苗条的电线杆。他暗度陈仓的拍摄动作一气呵成，纹丝不乱，就像后空翻转体3周半接托马斯回旋，非常的成功丝滑。路灯的2个灯球是灰色的，这根树长得有点歪，这棵树长得就匀称多了。这也许是一只有着孤单心事的猫，爱情早已没有了想象。如果连卑微都很昂贵，那一定是寂寞在歌唱。好家伙，在这里还发现了上古品牌佐丹奴，知道这个品牌的人基本都快用保温杯泡枸杞了。在商场里还发现了中国运动品牌匹克和李宁，他们在海外的价格比国内要贵很多，在国内是平民价位，去了国外有点轻奢的感觉。当然
这个怎么定位要看人，比如我这种农村出身的人眼里，星巴克都是轻奢。还有小米的专卖店，从手机到背包再到箱包平衡车，一应俱全，物美价平。就问一句 OK 不 OK， 哈拉少不哈拉少。我的湖北老乡小米的雷总，那首湖北口音的流行金曲 Are You OK 长期在我的车上播放，激励我努力搞钱。据说俄罗斯妹子婚前和婚后的身材相当于林志玲和贾玲，这个画面里的同框是现在，也是现在与未来。接下来还是来看看我这位朋友的介绍吧。大家好，我是大明朋友多多洛夫。我今天所在城市是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这座城市虽然是远东第3大城市，但是人口也只有20-30万人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背后是列宁雕像，他的手指在指着东方。在俄罗斯，列宁的雕像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我去了俄罗斯一些城市，也只有在这里，还有海参崴能看到。海参崴的列宁雕像的手指也指向着东方，因为海参崴的俄语发音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控制东方之意。那么在我所在的城市，他的手指一样指着东方。这座城市名字叫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你可能比较陌生，但我说它的中文名字你一定知道，那就是海兰泡。这里曾经发生过海兰泡惨案。立秋了，街上卖格瓦斯饮料的摊的老板已经不在了。一般情况是20一小杯，人民币1块5，现在只剩卖早餐的了。有人穿短裤短袖，有人穿长裤外套。立秋的俄罗斯也一样，穿衣很杂，全看个人喜好。这边还有一个卖格瓦斯的，但越来越少了。小的杂货市场，这边属于市中心地带了。随便支个摊便可以下棋，这就是俄罗斯散漫随意的生活。前方有一个市区的肯德基，有些出租的平衡车，大部分都是日本车。路还是不会那么平整，即便是在市中心。这边和日本打过仗，但是没有太多的仇日情节。这样的车放在这里安然无恙，而且很正常。俄罗斯的很多衣服上都会印着日本，像这个印的是奥伊系，好吃。城市之中必有教堂，欧洲的不少教堂附近会有红灯区，但是俄罗斯这里却不是，至少这个教堂附近是没有的。这是一家收费的洗手间，15卢布，人民币1块1左右吧。我们来吃个快餐。以肉丝为主。这一顿快餐只要260卢布，除以13的汇率，人民币是20块钱。健康食品，不会拉肚子，不会是合成肉。蔬菜也很新鲜。
市区内的美女战士。这边人行道是可以斜插过去的。这里是中俄边界，上方是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爱会条约中被清政府割让的海南炮，下方是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市。两座城市建设的对比，中国的黑河市完胜，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面貌，而对面的布拉格维申斯克似乎是一座发展停滞许久的城市。我的一位朋友，他正在俄罗斯一侧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旅居，接下来是他在当地旅居的感受和感悟。大家好，我是大明朋友多多洛夫。我今天所在城市是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结束3年的口罩，再次来到俄罗斯的土地之上。我本以为会面对一个战乱下慌乱的俄罗斯，没成想一切都是依然如常。如常的是走在街上的闲庭信步，这边走路一直都是慢悠悠的，不会像我在东京那般急赶和在国内的急躁。如常的是大家生活依旧，我没有从精神面貌、衣食住行看出来和我3年前来的时候有什么太大不同。像物价来说，虽然有一定涨幅，也不至于影响到生活。之前买小瓶装的水大概2块多人民币，现在呢合人民币3块了。油价呢更是惊跌的老铁，92号汽油50卢布，也就是人民币3块8一升；95号汽油53卢布，就是人民币4块钱。来俄罗斯，你确定不买辆车或者租辆车开开？不论是油价还是广袤的土地，都足够你驰骋了。或者不找个俄罗斯媳妇儿吗？这边的车好开，女生更是好交，没有520，也没有1314，更没有那么多节日礼物就能跟你和和谐谐。但是我在此真的想特此提醒一下，能否不要见人就采访问，你愿意嫁给中国人吗？你喜欢中国吗？你们究竟是有多自卑，见人就问对方是否喜欢呢？是否先在心里问问自己，你爱中国还是中国人？自己是否喜欢自己再说呢？我想只要你有男人的样子，没有大嗓门喧哗随地吐痰，眼神盯人的恶习，正常行事并且会俄语的话，这边找个女朋友问题是不大的。怕就怕那种挥舞着钞票，俄语英语一样不行，散发着直勾勾眼神的姿态，这样你在国内不行，在俄罗斯怎么可能就突然行了呢？如果你能避免我上述所说的劣根性，那么我说一下与俄罗斯女生和中国女生相处的不同。中国女生更喜欢试探测试，先把对方想象成渣男来对待，保持自己的利益和维护自己的姿态。这边女生相处就简单得多，请放弃国内那些思想和思维的方式。就拿吃饭来说，如果你请客很多情况下也会 AA， 比如你请客，他点什么就会自己点什么，你无需客气要不要再加些什么。这边的人做事说话不太拐弯抹角，你也可以尝试直面的相处方式。如果以后要结婚，面临的压力要稍微大一些，因为你要想好，你背井离乡来俄罗斯和他的生活，你将失去你的优势。当然你魅力足够大，你也可以看他是否愿意到中国，一般情况是不愿意的。一般人也没有足够大的魄力和魅力只身前往异国他乡，毕竟谁也不是在当地吃不上饭，不是？所以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上面和你说，见面别问俄罗斯女生喜不喜欢中国人，愿不愿意到中国了。如果你在这边生活了，俄罗斯的房租1个月也并不便宜。像我这次所在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作为阿尔穆尔州的州府，虽然人口仅有20-30万人，相当于我们5-6线小城市或者县城的水平，可是一个3居室在市中心附近也是要有几千的租金，房价的一般水平也要1万1平了。
对比对面中国城市黑河，这里的房价更是要高一些的。不过黑河和这边的工资倒是差不多，都是3000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这边3-4万卢布一个月是属于正常工资。你要说这边的消费和生活水平看起来是和我们5-6线城市差不多的，可是要仔细观察，其实是有差距的。这边食品健康，没有合成肉，吃东西很放心，因而得病几率要小得多。其次，生孩子有补贴，结婚更是没有彩礼等，那么生活压力就不大。说俄罗斯被制裁，但你看很多产品依然是日本的，像这个抽纸，还有街上的日本车，各种鲜奶、烤肠、香肠，一应俱全，什么也不缺。这个可口可乐虽然冰箱还是这个，但里面的可乐已经是俄罗斯国产可乐了。54卢布，大概人民币4块多。酒和肉、whisky、蛋糕都很齐全。种类最多的是俄罗斯的啤酒，像这个是69卢布，人民币大概5块多。这种精酿啤酒这个价格很划算。还有日本的啤酒，1664，巴西卢布，人民币大概6块8、6块9。这边有很多中国的啤酒，像崂山、冰花冰花的牌子很多人不知道，哈尔滨应该了解。这边还是使用现金多一些，所以 ATM 都是取款的。售货员也都很漂亮。门口应该展示了一辆中国的吉利电车，但是街上还是日本车居多。这辆车是吉利电车。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大家都是慢悠悠的走路享受生活，很多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孩子，在街上也有很多孩子自己玩，更是没有大人照看。我看到连修自行车都是孩子自己，这不但说明了其动手能力，也说明这边没有人贩子，所以都是闲散的养娃。相对于中国父母那种紧贴式育儿看娃方式，这边的孩子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我，因而得心理疾病的孩子很少。国外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差距在哪里？他们不会等靠要，即使年纪很小也养成了自己动手的习惯和能力。修自行车做些小事情都会自己。后面还有可以小区里随便借阅的书，也没有人偷。这就是普通俄罗斯城市的氛围。你时常在这边能看到中国人，一个是因为是口岸城市，另一个原因是在这边做生意难度要小于国内。俄罗斯是以武力立国的国家，做生意并不擅长，真正擅长搞贸易做生意的是土耳其那些国家的人。还有小生意的话，我们比俄罗斯人更擅长一些。而你别看新闻里日本与俄罗斯关系一般，实际很紧密。街上跑的大部分都是日本车，超市里日本的食品和用品也很多。当然了，还是有我们中国国产车。我就看到过吉利的电车，不过是在商场的展示区里，在街上就能看到的比较少了。最后说一下大家关心的话题，对于俄乌战争，我的个人预测，其实你会发现，开战以来，我们以及很多国家生活质量缩水的25%。你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庄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局部战争就像是一场马戏团表演，
出力的是美国的手下乌克兰，以及亲自出手但只出了小力气的俄罗斯，而我们全世界各国的人都是在为这场马戏团门票买单，收钱的人不言而喻，正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也是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生活丝毫没有受太大影响的缘由，因为俄罗斯靠这个大赚了一笔。这个世界或许没有正义和邪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在战争中，政治家提供火力，富人提供钱，穷人们只能提供自己的子女。等战争结束后，政客们仅仅损失了点火力，或者获得巨大生意以及回报。富人们损失点钱，甚至还会回本大赚，而穷人们失去了他们挽回不了的孩子。这是我一个旁观者的自白，与大家分享我的视角。我脚下土地是俄罗斯，几百米外的对面就是中国城市黑河。曾经很多时候会有中国人偷渡到俄罗斯，所以边防边境管得很严。现在很少了，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现在也有钱了。两边的房子对比就能看出来，这边人生活悠闲，喜欢运动。这些房子都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布拉戈维申斯克是河边的这个房价要高一些，有钱人住在这边，越往里面去相对就房价便宜不少。我们再看看对面黑河，也不错吧，但这边生活显然要比黑河悠闲多了。三三两两在聊天，而且年轻人居多。俄罗斯的孩子远远比国内要多，而且有更多的自由。国内的孩子被大人无时无刻的看护，其实对心理和成长不利。说是一种保护，也可以说是一种囚禁。80年代的孩子还是有自己的空间，现在的孩子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间，要么大人看着，要么就是辅导班。看着生活不错有吃有穿，有苹果手机玩，但实际上没什么自由。炮艇应该是装备 T-34坦克炮塔，76毫米火炮，还有12.7口径的机关枪应该是，后面是水雷。这里的洗手间是免费的，很多俄罗斯洗手间其实是收费的这里是免费的。这边的小的这些亭子很多都不开，这边的生存欲望和做生意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不像中国人每天都会开门。对面就是黑河了，有的建筑会不会也显得比较俄式？这边胜利广场很安静。1941到1945 CCCP 是不是很熟悉？这边放着火炮，很多车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二手的，所以你经常会听到日语播报的倒车请注意，甚至很多时候会感觉像回到日本一样。这里是列宁像，苏联垮台以后，很多列宁像被推倒了，但这个城市还有，以及海参崴等城市还有，也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边大学，我们可以看到门口还挂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
这个是我爱布拉格维申斯克啊。这边停车方便，市中心也有的是位置。尼桑啊，这边大部分都是日本车。这边小孩都自己去玩。路边和一些小区都会有这些免费的，说是小型图书馆，还是应该怎么说？免费借阅，自觉拿回。然后不论是好的小区，高档的还是一般的，它必会有这种小孩的游乐场所，孩子们自己玩，没人看护，孩子比较自由啊。国内都是生怕摔了跌了。还有个小型的球门，篮球可以打，足球也能打，这个设施不错啊。虽然这个小区一般，但是一应俱全啊。还有花啊，还悬挂着俄罗斯国旗。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教堂多，而且是金顶的。他们信奉东正教，认为自己是东罗马帝国的正统传人，所以与乌克兰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宗教战争啊，信奉东正教的与不信仰东正教的人的之间的矛盾。西乌克兰那边并不信仰东正教，写着中文啊，化妆品、香水。看来中国游客不少。这边的男人比较有男人的气质和气概，不会像一些地区的比较娘啊，很少那种娘的或者谄媚的表情啊，比较娘的表情啊和一些做派动作，这边是很少的啊。这边建筑风格也是赫鲁晓夫式楼。俄罗斯的公交站一直很有特色，还有很多各种公交站，很多美女都一个人在这儿坐着，说明很安全。像这个足球场平时也是这么开放着，不会像国内一样收费，随意使用。我们说自己地大物博，实际上没有，这才是地大物博。你还会觉得俄罗斯穷吗？啊，座椅都是红蓝白国旗的颜色啊。可以，有我初中时候的风采。小松鼠，人与动物很和谐吧？我这边没有吃的，我今天没有带。大家看这个车牌写着28，说明属于阿穆尔州地区。每个地区有一个数字编号。这边的左舵车和右舵车同时存在，所以俄罗斯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老式的赫鲁晓夫楼，这边加这种栅栏的、铁窗的很少，我也是难得碰到。哇，腌黄瓜种类这么多，174卢布，人民币15吧。乐天的
150卢布，人民币14，并不贵。这边奶制品最好了，我也最喜欢。一瓶酸奶52卢布，人民币4块多一点啊，4块1。这边水果不便宜，西瓜也是，当然也不会贵的离谱。我一般来这里会点壶茶，然后这里的甜点很好吃，还有包子，310卢布不贵，牛排990卢布也不贵。这个好像是鱼子，沙拉，还有个主食。我们喜欢吃米饭、面条，这边主食很多时候吃牛排，肉饼，加个沙拉。像我这顿饭吃了1570，在俄罗斯一般是给10%的小费，当然你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我一般情况还是会给的。